各位觀眾，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對我們之前聊的斯圖加特的主火車站還有沒有印象？前段時間的新聞，那個火車站的通車時間毫不意外又推遲了，反而是因為之前推遲了很多次，這次都在想什麼時候再推遲啊？果然這個新聞就來了。德國的這個工程效率啊，跟德鐵一樣，一直是一個謎。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德國的效率到底有多誇張，這個效率之後產生的質量到底怎麼樣？可能之前斯圖加的那個火車站它跨度比較長，因為有的人可能剛來上學，他就這樣。等他畢業還是這樣，感覺是一個固定的景觀。畢竟這個跨度是好幾年、好幾十年，這個感受自然就削弱了。我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所看到的一個事情。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然後逐漸聞到空氣中有一股類似於塑料燒焦的味道，然後再往前一看，是一個垃圾桶。德國的這個垃圾回收呢，都是每天固定把垃圾桶放在外面，那每隔一段時間呢，有专門的垃圾車來收固定的垃圾。它垃圾有一定的分類。其他垃圾紙質的垃圾，還有包裝的，還有廚餘的一些垃圾。然後那天呢，因為是24年發生的事情應該是其餘垃圾或者說是紙質垃圾這2類其中的一類，反正都是易燃的。然後當時想的大概就是誰抽完煙，估計是不小心在那裡，然後垃圾就燒起來了。然後這個垃圾桶呢是放在空地上的，然後再往前走呢，這個垃圾桶是貼着這個住宅的牆壁的，然後那個也燒焦了。而且那個燒焦呢，是將整面牆燒出了一个大的窟窿裡面各種保溫層什麼都看得到。那這個就不是一般的不小心的着火，應該是故意縱火。看當時拍攝的照片是2024年的9月份。那這個事情出來之後，一般的邏輯、一般的想法就是趕緊調查，然後盡快把這個牆壁給修復完成。畢竟冬天要來了嘛，那這個牆壁燒成這樣，對採暖這個效率還是有一定影響的。然後過了幾天再過去看，還是這個樣子。那我心想，德國確實效率是慢了一點可能之間在扯皮各種保險公司在扯皮誰付錢誰修理，大概是這麼一回事吧。估計現在天也不是很冷，等到再冷一點，那可能也就處理完成了。然後每一次路過看一眼，一直是這樣，一直一個大洞留在那裡。然後冬天就來了，然後冬天來了之後呢，春天來了，就這一個窟窿，就這一個大洞跨了年，你知道嗎？這你受得了嗎？然後直到4月份，我才看到有腳手架打起來。那我尋思大概是他們扯皮完了終於開始全力進行修復。估計4月底應該是差不多吧，或者說5月中旬應該差不多修復完成了，畢竟就一個洞嘛。然後4月底還是這樣，到5月份還是這樣，直到6月份透過這個保護網才看到差不多是完成了。那這個修理時間就比較誇張了嘛。一般如果放在國內的話，我們說慢一點1-2個月也完成了吧，那說快一點可能1個禮拜就完成了，可能還不用1個禮拜。所以從這個事情發生到修復完，用了將近1年的時間。這放在國內，我覺得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或者說沒有人能受得了但是在這邊就不一樣就是這麼慢。那說修理的這麼慢，小1年，那個質量怎麼樣呢？這個倒有一說一，這個質量是不錯的。因為經過的時候去看了一下，它這個顏色跟原先的顏色幾乎是一樣的，應該是對比過當時設計的那個色卡，然後用相同顏色的塗料。因為跟旁邊的牆看上去就是舊一點跟新一點的關係，顏色幾乎是一樣的。然後它的交接處理的也很好，你看仰角它的處理也不粗糙。然後新的牆面跟舊的牆面交接的那一條縫是藏在這個落水管後面的，這一看就是設計過的嘛。所以說這個質量跟這個呈現效果還是不錯的。這個慢工出細活，這個活確實還是可以的。德國這個施工質量確實該肯定的地方還是要肯定的，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國內走路的時候，有一個個那種地磚，下雨天或者潮濕一點的地方，容易踩到有鬆動的，然後裡面可能有水，就會濺到鞋子上還有褲子上，弄得你整個心情就很不爽。但在德國呢，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還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它的地磚鋪的都比較嚴實。當然洋人磨洋工的能力確實也很猛。那你就說這個牆壁質量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花小1年的時間嗎？就這一面牆上的一個洞，就這一面牆，你可以說考慮到工人的利益要放假，但是你也不能忽略了住在裡面居民的利益吧，包括人們在路上走的時候這個心理感受，看到牆面這樣子，這樣的質量效果需不需要那麼長時間才能做出來？是不是時間稍微縮短一下也可以？你說一個任務一個工作，它時間太短它是不合理的，如果時間過於長那也是不合理的。你可以說要考慮到各方的利益，保險公司也好，地產開發商也好，其他人的利益也好，但是不是也要考慮一下居民的利益？畢竟居民是住在那裡的嘛，是真金白銀花錢買的嘛，這個利益是不是應該優先考慮？德國的這個效率真的很難讓人理解，因為它的決策決斷非常冗長，然後整個實施過程也非常的漫長。如果這個牆壁只是影響到一小部分人，那麼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法蘭克福市中心有一條道路，其實是蠻重要的一條道路，就在市區，平時公交車或者自己開車都會經過這條道路
那這條道路呢要開始維修了，大家猜一下維修時間是多久？大膽猜。咱們以這個公交車牌上的時間為依據，這個公交車因為這條道路的更改而變換了線路啊，很多站就不到了。咱們看一下，現在是2025年，对吧？要到2029年，足足要修4年。就是說，室內這種堵車、狹窄的道路，很多到一個目的地要繞行，這種情況要持續4年，這你又能受得了嗎？反正我一個朋友是受不了了，他平時是開車上下班，因為他單位就在市中心，正好這條道路的旁邊。那現在他車也沒法開，因为要繞過去嘛，繞過去又很遠，車也沒法停，所以呢，他打算要把車賣掉。啊，這個是真受不了了。德國人很喜歡開會討論，那相對來說整體是偏於保守的，然後整個程序非常的長。他這個速度，很多德國人一樣是抱怨的，找誰負責呢？也沒辦法，討論來討論去也沒個結果。我們再回到斯圖加的那個主火車站，有媒體報道這個推遲的原因不清楚，那到底是德鐵的官僚作風，還是說跟日立公司有關？那這時候為什麼冒出這個日立公司呢？因為日立是主要負責斯圖加特火車站這個數字化改造的公司。那當初德鐵為什麼會選擇日立呢？因為在剛剛計劃開始的那個年代，日立在業界已經非常有名，他參與了日本的新幹線建設，整個數字化也做得很好。那斯圖加特這個火車站當時是要打造成歐洲的整個火車站的標杆項目、旗艦項目，於是開始和日立合作。那現在呢，德鐵指責日立，因為日立不只在德國有項目，也收購了法國的一家公司，所以說因為收購這家公司之後，導致他的人手不足，沒有足夠的人力騰出來放到斯圖加特火車站這個項目上面。那當然這個只是德鐵方面的理由。大部分人推算，確實是跟這個數字化控制系統有關，只不過比想象的還複雜，不只是人手不夠，因為斯圖加特火車站缺少一個主幹電網來接入日立的這個控制系統，而日立這個控制系統呢，又跟德國現有的一些系統不兼容，而德國現有系統又非常多，難以整合，所以一個 bug 接着一個 bug， 而且那麼多的技術，在德國很多是首次運用，所以很多專家也覺得這個項目非常大膽。那這家日本公司再怎麼樣，那也繼續得做吧。因為很多工作已經開展了，如果斷然換一家，那不是損失更大？這個預算又要疊加，而這個預算又得德鐵來承擔。那德鐵有什麼措施呢？德鐵的 CEO 都換了，那換了一個老闆之後，是不是變好呢？也不一定，因為新上任的老闆覺得公司要徹底改變，要徹底進行改造，於是很多高管進行了變動。而對於斯圖加特的這個項目，好像並沒有太多的改變，甚至德鐵內部的基礎設施總監這個職務都被取消了。所以目前這個項目的狀況就是政府把責任推給德鐵。而德鐵呢就推給日立，而日立呢又沒有很好的評估整個項目的系統複雜程度。但是呢，這個項目又是一個旗艦定位，很多新技術必須得上，那就造成了現在這個局面，卡在那裡，進展很緩慢，也不知道最後的時間期限。很多德國人對此也是無感的。德媒也報道，這條消息並沒有讓任何人感到意外，反而是很冷靜和沉着。有人認為，如果按照之前的期限，2026年底開通，那倒像是一個非常大的驚喜。報道還指出，在之前10月份的時候，有一個指導委員會，那他們就認定斯圖加特數字中心的試點項目，還有這個火車站項目，在進度方面都是不確定的，說是這個風險已經發展到了始料未及的程度。可想而知，這個推遲肯定是遙遙無期。最後，我想說一下，上次在斯圖加特拍攝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情景，有一位父親帶着他的兒子，正好在火車站，他就透過那個窗口往外看，他就跟他兒子說：“哇，新的火車站！”他的語氣是滿懷期待的。我相信這一對父子呢，可能並不是斯圖加特本地人，他們也是到斯圖加特來的，或者到這座城市來辦事遊玩。那個小孩也在認真的看，不知道這個小孩對斯圖加特火車站的童年記憶是一個大工地，還是說在童年時期能體驗一下這個標杆的火車站。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下期再見。